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人脸上经常会出现斑点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其实呢，脸上长斑很可能是肝不好导致的。所以想要皮肤好，首先要养肝。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。首先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向前伸直并拢，双手食指交叉放在头顶，然后双脚脚面向前绷紧，同时呢，双手翻掌向头顶伸直，让两胁肋得到充分的拉伸。这样坚持5秒，回到原位，然后再做，这样反复练习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，畅通经络气血，还能够帮助疏肝理气。每天坚持练习，可以养护肝脏，让皮肤变得更细腻光滑。那肝不好的人要注意，平时呢少熬夜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还有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也非常重要。除此之外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常吃点养肝食物，给大家推荐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疏肝解郁、养肝护肝、美白祛斑的作用，对保护肝脏也有一定的好处。人衰老都不是突然性的，而在开始衰老时呢，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痕迹。如果发现，最好及时的保养。第一个，皮肤失去弹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流失，这时皮肤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，变得松弛下垂，没有光泽，这说明已开始衰老了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做脸部按摩，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将4个手指放在臼齿的位置，然后从里向外的在脸部画圈，3到5圈后，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脸部，直到脸颊微微变红为止。这样按摩脸部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让皮肤变得更紧致，脸色更加红润。第二个，腰腹部赘肉增多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信号。主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所以大家也要及时调理。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，不妨试试一个小动作：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叉腰，将双腿膝盖弯曲抬到胸部前面，要尽量的靠近胸部，然后再将双腿放下伸直。注意做的时候腰腹部要收紧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紧致小腹肌肉，让腰部变得更加紧实。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会下降，人也开始衰老。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。若身上这3个地方还很大，说明身体健康，也容易长寿。肺活量大。大家都知道，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肺活量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，会慢慢的衰弱。女性40岁以后，如果肺活量依然很大，那就偷着乐吧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。耳朵大。耳朵和肾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耳朵比较大的话，说明肾气比较充足，对身体的排毒有帮助。所以40岁以后的女性，如果耳朵很大，长寿也会青睐你。握力大。通过握力，我们是可以看出骨骼和肌肉情况的。女性到了中年，如果握力还非常大的话，说明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比较强壮，骨密度也很高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很健康。虽然上面这3处越大，身体越健康，但是有1处变大，大家呢就要注意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肚子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由于身体新陈代谢逐渐降低，身体会发福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也越来越大。如果肚子过大，会增加身体内脏的负担，影响排毒，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发现肚子越来越大，就要抓紧时间减肥。别人来月经时，牢记2洗2不洗，子宫光滑，妇科问题远离你。第一，清洗内裤。女人来月经时要多清洗内裤，因为这时的细菌会增多。经常洗内裤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护子宫的健康，也可以避免一些妇科问题出现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洗脚。女性来月经时，可以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有助排出体内寒气，让全身都暖起来，有一定的暖宫效果，也能够让妇科炎症远离你。第三，不用凉水洗手。
女性平时干家务活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要注意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接触凉水，洗手或者是干家务活的时候用温水，要不然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体，对子宫健康不利。第四，不洗头。女性月经期间身体的抵抗力会很低，所以这时应该避免着凉，建议大家不要洗头，因为洗头会带走头上的温度，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导致子宫受寒，加重痛经的情况。若是实在想洗的话，可以用热水。所以女性朋友月经期间注意好上面这4个细节，更有利于子宫健康，也可以避免妇科问题的出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朋友脸上胶原蛋白流失，很容易出现皮肤松弛、皱纹增多的情况。虽然变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延缓衰老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你紧致肌肤。大家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可以先在脸上涂抹一些润肤乳，然后将食指和中指摆出剪刀状，在我们的双下巴位置向耳朵后面滑动20次，再从下巴中间位置沿着下颚骨向耳垂滑动，也是滑动20次，最后再从嘴角这个位置沿着颧骨向太阳穴滑动，同样滑动20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小动作，早晚各做1次，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，对缓解皮肤松弛、下垂、长皱纹有很大帮助。皮肤松弛下垂的原因有很多，精神原因、熬夜、紫外线照射等，这些都会使皮肤失去弹性，皱纹增多。所以女性朋友平时要学会保养自己，这样才会越来越年轻。女人乳腺增生先别慌，多吃这2种食物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第一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。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，但是呢，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、除痛消肿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、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。第二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，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。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，然后用来泡茶，经常喝，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，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少生气，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由于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，所以很多女性都是身心疲惫的，所以经常会去按摩来放松身体。但你知道，女人身上有2个敏感的部位，最好不要乱碰，自己也要少摸。这2个地方就是腰部和肚脐。腰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腰部的2侧是肾脏的所在，而且我们运动的时候也要用腰部来支撑。那女性来月经时，很多人呢也会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，所以腰部这里是不适合经常按摩的，不然容易给身体带来伤害。女性朋友要注意。肚脐，女性朋友也不要乱碰，因为肚脐这里的脂肪层比较薄，如果经常按压或者是用手去抠，很容易使脂肪层破坏，导致细菌感染，出现腹痛、腹泻等不适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别人碰，自己也尽量少摸。女性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虽然偶尔按摩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上面这2个地方就尽量不要碰了，这样对健康才有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